来 USJ 一定要早到半小时啊，不然你会像我一样白排3个小时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其实 USJ 会提前开门。如果你提前半小时到，可以直接冲马里奥园区，不用整理券，人也少。我就是9点钟准时到，结果只能抢整理券，进去只玩了1个项目，而且排了整整3个小时。由于我没能顶门进场，所以我赶紧抢了12点半的整理券，然后趁着刚开门人少，赶紧去玩项目。我第一个项目玩的是侏罗纪公园沉船探险。由于里面的项目都不能拍摄，所以只能简单跟大家描述一下，是一个类似于激流勇进的项目，不过会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冲下去，不要坐两边，尽量坐中间，不然一开始就失身了。推荐指数4颗星。玩完刚刚那个项目，直接头发被弄湿了，发型都没了。第二个项目玩的是小黄人的新项目大坏蛋之战，这是25年7月新开放的项目，会每人领取一把玩具枪，站在传送带上玩，最后有每人的分数，还可以和朋友们比一比。不过我感觉等待时间和玩耍体验不成正比，而且枪还有点重，推荐指数2颗星。出来后走在路上，发现有小黄人，而且他还主动邀请我合照，这呆萌的样子太可爱了。还买了个小黄人冰淇淋，拍照好看，中间冰淇淋的味道还不错，外面用来夹着的东西味道一般。旁边还有个香蕉弹射游戏，用弹射器把香蕉弹进木桶的洞口，成功的话就能得到一个小黄人的公仔。一个小游戏2000日元，比抓娃娃还狠。今天我看了2波都没人成功，看了个限定表演《咒术回战》的4D 表演，临场感很强，动漫粉必冲。第3个项目就是鼎鼎有名的马里奥园区了，接下来请跟我一起进入马里奥世界。四周全是熟悉的画面，会动的金币，会摇头的花，头顶的问号方块，你随手一抬就能敲出金币的声音。那一刻，童年不是回忆，是现实。这里没有普通游客，每个人都在做同一件事，变回小时候。在这个园区里，最推荐的项目是东奇冈过山车，就是这个项目让我排了整整3个小时。虽然也不错，但如果要让我花3个小时来换一次体验的话，我会觉得有点不值。如果是1个小时的等待，我可以给到4颗星，不过现在嘛，只能给3颗星。恐怖的是，我们玩完下来一看，等待时间居然变成了200分钟，更久了。出来后，我们直奔怪物猎人餐厅，这是咨询过多位去过的朋友得到的可靠消息，味道在所有餐厅里排名第1。这鸡腿还是蛮大的。事实也果然没有让我失望，这里的猫猫饭不仅样子还原，味道居然也在线。除了那个白菜不好吃以外，回复药水不推荐，还是点免费的汽水就好了。如果你只能选1顿，就选这里。现在开始，小朋友们陆续撤了，接下来就是我的天下了，不用排队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陆续有人离开，排队就不需要那么久了。像这个旋转蛋糕杯就只排了15分钟。我一开始以为这是个给小朋友玩的项目，直到我坐上去看到旁边那一桌已经开始疯狂转盘，下一秒全场都在笑。因为这个项目最恐怖的地方不是它会转，是它转多快完全取决于你有多疯。推荐指数3颗星。最后来到了我最喜欢的哈利波特园区，这个地方白天你可以浅玩一下，晚上一定要再来一次，因为到了晚上才是真正的走进了魔法世界。在这里你真的可以施魔法，不是拍照，是真的能触发效果。你站在地上，按照指示挥魔杖，下一秒火会亮，门会开，东西会自己动。我也在这里玩了今天最后一个项目——哈利波特与禁忌之旅。
从排队开始就已经进入剧情，一路走进城堡内部，看到熟悉的教室、走廊、画像。如果你来 USJ 只能玩一个项目，那就是这个。它不是最刺激的，但一定是最沉浸的体验。你要问我这个项目的沉浸感到底有多强？这么说吧，玩的时候旁边一位穿着葛莱芬多院服的哈迷一直在惊呼太厉害了，太逼真了，还会大叫前辈救我。我当时已经分不清是项目在带我还是他在带我，氛围直接被他拉爆。玩完出来拿包的时候还看到有女生被吓哭的，进去有人在求救，出来有人在哭，这项目是真的狠，推荐指数满天星。今天一整天下来玩了6个项目，看了1个表演，本来以为已经差不多了，但回头一想还有好多地方没去，水世界没看，好莱坞的项目也没玩到，才发现一天真的不够。你们觉得快500块的票价玩这么一天值吗？最后朋友买了个会发光的星星，我买了个小黄人的 USJ 钥匙圈，满足的带回家了。